瓦格纳的叛乱才刚刚停止，第二个普里戈金就已经出现了。一支由白俄志愿兵组成的军团，在当地时间下午17点向白俄人民发出呼吁，并宣布即将在白俄发动起义反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今天是瓦格纳兵变后的第3天了，俄罗斯声称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一场叛变被消弭于无形。正当人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时，第二个普里戈金出现了。只不过呢，这次的主角不是在俄罗斯境内，而是在乌克兰。据了解，在乌克兰作战的白俄志愿军卡利诺夫斯基营近日发布视频，向白俄罗斯人民宣布，让国家摆脱独裁和被占领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了。该志愿军营呼吁白俄境内的相关人员做好准备，等待起义信号。那么这个卡利诺夫斯基营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们又能否像瓦格纳一样，在白俄境内掀起一阵风暴呢？卡利诺夫斯基营是一支白俄罗斯的军事组织，该营呢成立于2014年，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白俄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部分白俄罗斯有一定声望的政治人物加入了该营。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为了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政府迅速成立了一支新军队。2022年2月2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了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志愿军。这是一支呢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武装部队，组成部分呢有车臣人组成的杜达耶夫营和谢赫曼苏尔国际维和营，格鲁吉亚国家军团、俄罗斯人组成的自由俄罗斯军团、白俄罗斯人组成的卡利诺夫斯基营，以及由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加拿大乌克兰旅等。其中呢，卡利诺夫斯基营主要成员是一些同情乌克兰、反对卢卡申科的白俄人组成的。最初的规模大约有200多人。该营的名字呢，是以19世纪初白俄罗斯解放运动领导人卡斯图斯·卡利诺夫斯基命名的。2022年3月以来，卡利诺夫斯基营与乌军共同抵御着俄罗斯的进攻。他们曾参与了基辅保卫战、马里乌波尔防卫战等知名战役。该营的副指挥官阿列克谢·斯科布利亚在基辅保卫战中阵亡。但也正是因为这2场战斗，让这支由白俄志愿者组成的部队打出了名声。随着战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人加入了卡利诺夫斯基营，规模逐渐扩大，而该营升格为了卡利诺夫斯基军团，具体人数不详。6月1号，自由俄罗斯军团攻入了俄罗斯边境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并成功击毙了俄军的一名上校，在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国土上如入无人之境。或许是友军的成功，让卡利诺夫斯基军团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是该部当即就联系了白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季哈诺夫斯卡亚，试图效仿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做法，返回白俄罗斯武装起义，推翻卢卡申科。其中呢，反对派领导季哈诺夫斯卡亚是一名白俄政客，曾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输给了卢卡申科，但是以他为首的白俄反对派拒绝承认卢卡申科赢得总统大选，并且号召支持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为了压下反对派，卢卡申科只能请求俄罗斯的援助，最终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化解了这场危机。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季哈诺夫斯卡亚在白俄国内呢是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此时他和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联合起来，将会对卢卡申科的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不过单凭一支部队想要推翻白俄政权，显然是有些不太现实啊。但是这支部队呢，并非是孤军作战。关于白俄罗斯即将发生武装起义的信号，早在今年5月就曾被广泛传播。当时波兰前指挥官声称，白俄罗斯境内有可能会发生反对卢卡申科的武装起义，他呼吁波兰为此做好准备，像帮助乌克兰一样帮助起义人员。由此看来，波兰前指挥官所指的武装起义，或许就是卡利诺夫斯基军团正在预谋的起义计划。根据《泰晤士报》的消息报道称，波兰已经准备了数百名武装分子在白俄罗斯发动政变，培训中心位于波兹南，组织者正在试图吸引更多的白俄公民，包括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离开该国的前情报官员。按照英国报纸的报道说法，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战斗训练，他们的目标是武装起义，华沙则负责他们的武器和资金的供应。除此之外呢，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与卢卡申科政权交恶的东欧国家也极有可能会支持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返回白俄搞武装起义。
在当地时间26号，德国决定向立陶宛永久部署一支规模为4000人的旅级作战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一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还发表了对俄罗斯武装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警告称，失败的叛变反映出了克宫政权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安全。除此之外，他还表示，如果明斯克方面真的同意接待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金，这将成为该地区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不少人认为，立陶宛对于瓦格纳来到白俄这件事情呢，抱有很大的警惕心理。德国计划向立陶宛增兵的消息，可以起到加强对普里戈金及俄罗斯的威慑作用，使后者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普里戈金与克宫闹掰后呢，个人前途命运已经和俄罗斯断裂，只能在白俄另谋出路。而眼下白俄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如果普里戈金能够在这里做出成绩，未必不能成为白俄的一大战力，这也是立陶宛最警惕的地方。除了立陶宛和波兰之外，乌克兰也在与白俄交界地区部署了大量重兵。俄罗斯认为乌军此举呢，是为了试探白俄方面的防御能力，也就是说，可能时不时就会在边境发起行动。这个理由啊，大兵个人是不相信的。毕竟目前眼下对于乌克兰而言，最要紧的是如何将俄军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在大反攻的这个节骨眼上，乌克兰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再招惹一个对手呢？之所以部署重兵在白乌边境，说白了还是要防着白俄。而对于乌克兰的不信任，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则感到十分不满。早在去年，白俄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就曾多次报道，卢卡申科对乌克兰军方继续在白俄罗斯接壤的领土附近布雷而感到不满。在得知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仅在与白乌边境上布雷，而且还挖断两国间的道路和炸毁桥梁时候呢，卢卡申科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抱怨感受到了乌克兰人对白俄罗斯深深的不信任。这里大兵就要替白俄总统说一句公道话了，不就是去年白俄不小心给莫斯科军队借了个道吗？这么一点小事都要被揪着不放，还派出大军压境，真是没有一点大国风范，害得卢卡申科还要从千里迢迢从俄罗斯运一批核弹才能安心睡觉。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一批核弹的到来，以及瓦格纳叛乱的发生，让乌克兰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旁边的这个白俄兄弟了，要不要帮着卡利诺夫斯基军团找机会给白俄来一下狠的呢？毕竟这将核武器部署到了自家门口，那可是大大的威胁到了乌克兰的安全。不如趁着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起义的这个机会，联合波兰和起义军对白俄发起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将危机提前扼杀在摇篮。一边是自家可能爆发的内部起义，一边是和邻国关系的剑拔弩张，白俄最近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白俄现在除了这些敌人之外，还有着其他的困扰。最近有人爆料称，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曾打算在去年底对乌克兰出兵，这件事情让人十分震惊。要知道，白俄罗斯的正规军规模大约在5万人，还有1万来人的边防部队，虽然不可能全部出动，但放到俄乌战场上，仍然是一股难得的生力军，可以有效地缓解俄军面对乌克兰反攻的压力。但最终出兵这件事情还是被军方给否决了。这个爆料者呢，名字叫做瓦列里·萨哈什奇克，他曾经是白俄罗斯第38独立近卫空中突击旅的旅长。俄乌冲突爆发后，他曾一度通过视频方式呼吁白俄罗斯军队不要参与对乌克兰的任何军事行动中去。根据他的说法，为了确保能出兵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花了足足1个星期做军队的思想工作，但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当白俄部队到边境地区集结的时候，很多白俄罗斯军方官兵询问，为何乌克兰成为了白俄罗斯的敌人？为什么白俄要去进攻乌克兰？显然，白俄军方内部出现了极其强烈的反战情绪。此次军方的抗命也暴露了白俄内部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卢卡申科强制要求军队必须参战，军方极有可能会发动军事政变。那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白俄政府有能力应对一场类似于瓦格纳一样的叛乱吗？大兵个人认为啊，关于白俄内部起义爆发的时间，主要还是取决于俄乌战场的进程。毕竟在当前乌克兰发起大反攻的背景下，卡利诺夫斯基军团应该暂时不会返回白俄罗斯从事武装起义。如果乌克兰最终取得大反攻的胜利，或者赢得了俄乌战争的胜利，应该会默许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返回白俄搞武装起义，以推翻卢卡申科政权。而俄罗斯方面呢，最近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波兰决定在白俄搞事之后呢，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一时间回应称，
如果白俄罗斯发动民众武装起义，俄罗斯不会置之不理，将会进行干预。但是如今已经被瓦格纳和乌克兰搞得焦头烂额的俄罗斯，真的还有余力去帮助白俄吗？卡利诺夫斯基军团的这场起义，或许在未来会变成一场席卷整个白俄的大火。那么大家认为白俄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